美国宇航员居然在月球开过车。美国是如何把这么大的月球车运到月球上的？这辆车是怎么通电的？为什么月球车轮胎能在真空和月球极端温度环境下使用？月球车扬起的尘土掉落轨迹为啥如此诡异？美国登月月球车是人类在月球上使用的第一种交通工具。它在1971年和1972年的阿波罗15号、16号和17号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让宇航员能够在月球表面行驶数十公里，收集了更多的岩石样本，甚至还拍摄了一些令人惊叹的照片和视频。但是，关于这辆月球车，有很多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怀疑。今天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些问题，并给出目前 NASA 公开的答复，大家自行辨别真假。问题一：美国如何把这么大的月球车运送到月球上？这个问题看似合理，但答案很简单：月球车是可以折叠的。月球车是由波音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联合设计和制造的，它有4个轮子，每个轮子都有一个电动马达，可以在月球上达到约18公里每小时的最高速度。但是，为了能够装进登月舱的一个小隔间里，月球车必须能够折叠起来，就像一张折叠床一样。当登陆舱降落在月球上后，宇航员就可以把月球车从隔间里拉出来，然后展开它，安装好电池、天线、相机等设备，就可以开始驾驶了。所以，美国是把一辆折叠的月球车运送到了月球上，并组装好。问题2：月球车轮胎怎么能在月球上跑？这个问题也很常见，因为很多人认为月球车轮胎是用橡胶或塑料制成的，而这些材料在真空和极端温度下会变得脆弱和易碎。但实际上，月球车轮胎并不是用橡胶或塑料制成的。根据 NASA 的说明，每个轮胎都由一个钛合金圈和一个钢丝网组成，钢丝网上还覆盖了一层新镀铝条纹，以增加牵引力和稳定性。这种轮胎既轻又强，据说可以适应月球表面的各种地形和温度变化，并且不会被刺穿或爆裂。问题3：月球车在月球上扬尘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可能是最有争议的一个，因为很多人认为，在没有空气的环境下，尘土不会像在地球上那样形成弧线，而是应该直线落下。但是，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因为物理定律。根据牛顿第2定律，一个物体的加速度和作用在它上面的力成正比，而和它的质量成反比。在地球上，当一个物体，比如尘土被抛弃时，它会受到2个力的作用，一个是向上的初速度，一个是向下的重力。同时，它还会受到空气阻力的影响，使它的速度逐渐减小。因此，尘土会形成一个弧线，并且很快落下。但是在月球上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首先，月球上没有空气，所以没有空气阻力。其次，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1/6，所以尘土受到的向下的力也更小。因此，当尘土被抛弃时，它会以一个更大的角度和更高的速度飞出，并且飞行更远和更久才会落下。这就是为什么月球车在月球上扬尘时，看起来像是在形成一个喷泉或尾巴一样。问题4：月球车是怎么通电的？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困惑，因为月球车没有明显的电源或电线，那么它是怎么供电的呢？根据 NASA 的介绍，月球车是用2组银氧化锌电池来供电的。每组电池有2个单元，每个单元有16节电池，每组电池可以提供36伏特121安培时的电量，足够月球车行驶约92公里。电池安装在月球车后部的2个箱子里，箱子上还有散热器和温度传感器，可以保持电池在合适的温度范围内工作。好了，以上就是美国登月关于月球车的常见问题，以及 NASA 给出的资料和回复。你觉得令人信服吗？美国登月到底是真是假？还有哪些问题令人费解？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